根据 BMW 7年换代的周期，这个在2018年底推出的第7代 G20 3 Series 将会在2025年底推出第8代的3 Series。为了维持跟 Mercedes C-Class 竞争的本钱 ，BMW 在2022年7月为这个 G20 3 Series 推出了升级改款版。我也在那个时候到德国去试驾了改款版的 M340i xDrive， 然后在没有限速的 Autobahn 上面一脚踩到底。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在我身旁的这个就是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 BMW 330i M Sport， 现在卖317,800块，采用 M Sport Suspension 运动化悬挂。如果你在2023年3月之后购买的，你可能会拿到 Adaptive M Suspension 的版本，贵了2000块，卖319,800块。319,000、320,000，我回想起3年前2020年4月1号的时候，我上传过一支 BMW 520i 的影片，那时候那辆车只卖328,800块，所以我们已经活在一个5 Series 的价钱只能够買到3 Series， 然後現在你花235,800塊，你只能夠買得到 BMW 218i Gran Coupe 1.5 Liter 3 Cylinder 的 218i。以前這個價錢你已經可以買到像 318i 這樣子的車型，但我們說以前警察是穿短褲的，現在警察是穿長褲的。所以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 subscribe 我的頻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2023年 BMW Malaysia 旗下销售的5款3 Series 都是采用 M Sport 套装，从 320i、330e、330i 到 330li 都是用 M Sport 套装。如果是 M340i 的话，又会比这个更加的 sporty， 但是也贵了74,000块，那个卖391,800块。所以我们回到马来西亚的市场来说，几乎你看到的3 Series 它肯定是用 M Sport 套装。那改款版的3 Series 呢，就是在车灯这边取消掉的那个很奇怪的菱角，看起来更加的 slim， 更加的锐利。然后在它的 front grille 这边呢，就里面有黑色的边这样子，就有点类似我在早前介绍的 G30 改款版这样子啦。总而言之，就是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bold， 更加的成熟稳重。但有一点要提的就是呢，改款过后的这个 G20 呢，它这个是330i 啊，它只是 BMW 的 LED 车灯 ，is not even a adaptive LED 大灯。好在它还有这个 High Beam Assistant， 但是即便我们说去到 M340i 也没有再提供 BMW Laser Light。所以我上次在德国的时候已经再三确认这个车型以后都不会再提供 Laser Light 雷射大灯。再来，你从车头这边就看得到下面是没有那个 radar， 就代表它是没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的。但是就这边可以有这个 Air Curtain 进气口等等，所以它还是只有车灯这个地方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你知道吗？还可以更好啦。前面22545R18，后面25540R18，从320i、330e、330i 到 330li 都是采用这个配置。然后这台车子用的就是 Michelin Pilot Sport 4 ZP 的轮胎。然后所有 M Sport 车型呢，他们都会搭配这个 M Sport Brake with 蓝色的刹车卡钳。如果是 M340i 的话，就是用红色的刹车卡钳，而且 M340i 呢是19寸的轮胎。相较于车头造型，改款版3 Series 的车尾灯就维持原样，但是在 rear bumper 的地方呢，就采用了大面积的 Piano Black， 排气管口的直径呢也跟它加宽了，就让到这辆车子看起来更加 sporty， 更加 premium。但同样的，如果是 M340i 的话，还会比这个更加的 sporty。BMW Malaysia 为3 Series 提供了多种颜色，像白色、黑色、红色、蓝色。但这个呢，就是 330i 才有的 M Brooklyn Grey 布鲁克林灰。再来 330i 呢，它是没有这个 Power Tailgate 電動尾門的按鈕，只有 M340i 才有。但考量到它是一个 compact 的 executive sedan， 所以没有 Power Tailgate 的 button。It's OK， 不是太怎么讲，不是太麻烦的事情啦。So yeah， 经过了这么多年，从2019、2020到2023年，我觉得它的车尾造型还是相当的耐看的啦。OK， 当然我始终觉得最美的还是那个4 Series 或者4 Series Gran Coupe 的车尾，对吧？或者 i4 啦，那个是
该款版 G20 3 Series 的轴距维持在2851mm，比 G35 Series 短了124个 mm， 但 BMW 为它提供了 Long Wheelbase 长轴距版本，也就是 330Li， 那个车子比它长了110个 mm， 所以我之前有做过一支 330Li 的影片，你可以看回去到底它的后排空间、腿部空间比标准版的3 Series 多了多少，长了多少。Compact Executive Sedan 最大的问题就是，通常他们都是由后轮来驱动车子，那引擎是在前面嘛，那引擎要怎么样将动力输往后轮？中间就需要一直很长的这个 drive shaft， 还有这个驱动轴等等啊，中间就无可避免的会凸起来，所以中间你要做中间要做多一个人基本上是很难了的啦。然后腿部空间是 OK 的，我的身高是178cm， 头部空间是可以，它好过那一些好像 Arteon 或者是4 Series Grand Coupe 那种流线型的车顶，这样子是可以的。只是说，因为它就算是330Li 都好啦，你的腿部空间多了。leg room 多了，但是因为车子没有像5 Series 或者 E-Class 这么宽，所以当你要靠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去靠，是相当的有限。这边一样给你一个扶手，2个杯架。哇，你看到我的手好像 OK。这边有2个冷气出风口，可以调整冷气要吹哪里，冷气的温度，还有2个 Type C 的接口。插就插在 Pillar 这边没有冷气出风口啦，因为这不是那个 segment 的车子嘛，所以3 Series 就是它针对的顾客群，主要我觉得大部分时候都是2个人开车，或者载1个小孩子，载2个小孩子，你要真的要载4个成人，它会有难度啦，建议你还是 upgrade 去 X3 或者是5 Series 会比较好。如果你要看更长的腿部空间，你就去看330Li 的 video。然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椅子呢，它还是一样的60/40分离倾倒功能，但是你就必须要去后面跟它 pull out 那个叫什么了，那个拉杆，它就会 pop 下来这样子啦。OK。我说 BMW iDrive 8.0 是当今汽车市场上最 user friendly 的作业系统。Prove me if I'm wrong， 请证明我是错的。在我过去试驾各大集团的汽车作业系统，跟它比较接近，能够跟它 fight 的就是 Volvo 的那个基于 Android OS 的系统。那 Mercedes-Benz 在改款前本来跟它好像是可以跟它 fight 了，可是升级过后变成这个 EQS 新的 C-Class、S-Class， 好像 downgrade 这样子了，就取消掉全幅式萤幕，变成一个直列式萤幕，甚至什么 Hyper Screen， 走得太花俏，然后太多 Haptic Touch， 触控式的 Touch Sensitive 变到超级不实用。那 BMW 可能有一点保守，但是 All is Go， 保留 button 才是上之策。我实在是不行了，再来看。OK。从2023年开始，所有的 BMW 无论是升级版的还是新一代的车型，都会用 14.9 寸的 Curve Display。那我最早已经在 iX 介绍过，然后还有这个 i4 也是介绍过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它最好用的就是它能够将 Android Auto 里面的 Google Map 投影在你的仪表板。所以我们回到质感方面呢，这个330i M Sport 就用了 Vernasca 的皮革座椅，这个是 Sport Seat， 所以你可以调整 Lumbar Support， 它的包覆感非常的够。然后从中控台到中央扶手的地方都用了大量的菱形饰板，如果是 M340i 的话，就会用 Carbon Fiber 碳纤维的饰板。所以整体上这个车子呢，我觉得美中不足的就是它保留了 M Sport Steering， 可是它的这些 button 就是 iDrive 7.0 的按钮。你要真正完全的 iDrive 8.0 就是 iX 还有 iX1， 你看它方向盘上面的按钮你看 iX1 那张照片你知道了，它的个按钮跟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才能够完全的整合进去这个系统。然后再来这个330i 呢，还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去挑出来讲呢，就是它只搭配了205瓦10个 speaker 的 Hi-Fi Loudspeaker System， 而没有464瓦16个 speaker 的 Harman Kardon 音响系统。那个你要多花74000块去买到 M340i 才有。但说实在话，这个205瓦10个 speaker 的 Hi-Fi 音响系统，因为它有7个 channel 的 amplifier， 所以是 not that bad。
这个330i M Sport 它有 Driving Assistant 里面有 Front Collision Warning、Lane Departure Warning、Steering Intervention、Lane Change Warning， 还有所谓的 Blind Spot Monitoring 等等，它都有给你。综上所述，其实这个 package 算是不错了的，因为如果你要再看到这个车型，I mean 它再下一次有大动作就是第8代的3 Series 了，所以我觉得通常一个车型就好像之前的 C Class 这样子，当它去到中期改款过后，能够改的东西已经改掉了，已经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了啦。我去年到德国上课的时候 ，BMW 的工程师说，虽然你看它的动力数据呢，改款版是没有差别的，330i 同样是258 PS 400 Nm， 但是它里面的构造，它的引擎的部件用了很多新的部件，但是它并不能够体现在数据方面。当然，最大的变化就是它加入了48V 的 Mild Hybrid 系统。注意，我这边讲的48V 呢，是我在德国上课的时候，他讲改款版会加。可是来到马来西亚过后呢 ，BMW Malaysia 完全没有提到这个 48V Mild Hybrid 的东西，就跟改款版的 G35 Series 同样的故事。So 他们没有讲，应该是没有啦。So 48伏这个东西在 Mercedes-Benz 已经是一个标配了，从 C200 到新款的车子都会有这个东西。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是一个 starter generator。它最大的作用是当你车子在起步的时候，你有额外的马力跟额外的扭力。但是真正它的用处就是用来降低车子的排放量。像你车子在空转的时候，有时候你下坡，你脚松开油门过后，车子可以继续行驶，它继续可以给你冷气，给你音响，给你灯光等等，然后引擎可以同时间睡着，从而去降低它的这个排放量。但是因为马来西亚没有管排放量，马来西亚管的是你的油耗，还有你的 CC 多大。Come on， 这个是1990多年的 law， 我们还在用着。然后前不久政府有再度声明，他们没有意愿要改变用 CC 来算 road tax 的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可以为马来西亚的交通部带来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忘记多少可观了，那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份报道。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还是会用 2.0、3.0、4.0、5.0、6.0 去算车子的路税，而不是用它的排放量柴油。起步加速的 Turbo Lag 肯定会有，但这是一个市场上数一数二的 Jack F 8速自动变速箱，而且 BMW Malaysia 选配的这个是 Steptronic Sport 的变速箱。那我原本以为所有的 BMW 都是 Sport 的 Steptronic， 直到我去英国的网站选配了过后，我发现到原来这个变速箱你是可以选择不要 Sport 的版本的。原本我们说 Iconic South Electric 呢，它只有电动车才会有，那现在这个车子也是有 Iconic South Electric 啊。OK， 所以我们现在去 Sport Plus。OK， 3、2、1 Go。这个4气缸的330i， 它的引擎声浪不会输给6气缸的 M340i 菜。哇，你关掉 Iconic Sound 之后呢，它的引擎声浪至少少掉30%。所以讲好听叫 Iconic Sound， 讲不好听叫 Fake Sound， 叫 Artificial Sound， 就是透过喇叭传给你的这个声音。这个是 M Sport Suspension， 所以在遇到这些烂路的时候啊，整辆车子，哇，很像坐船这样子，哇，它很跳，它真的是很跳这个 suspension。So， 每个人对软跟硬的接受程度不同，有些人喜欢比较软的，有些人喜欢比较硬的。So BMW Malaysia 在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它就给你比较硬的，可是2、3个月之后呢，他们又推出比较软的 Adaptive
M suspension。So 其实不管是 M suspension 还是 M adaptive suspension， 都是比 standard suspension 降低10个 mm。差别是 adaptive M suspension 它多了 sensor， 然后它可以根据收集到的情报去调整悬挂的软跟硬这样子，这个就是 fix 没有的调。所以你在你不喜欢的人丢到去后面就对了。那如果你真的是要在你喜欢的人，你就换成 adaptive M suspension 这样子。你知道吗？这辆车子已经在市场上好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动力配置、变速箱引擎、悬挂系统、指向性操控性，我真的不觉得我需要多讲2句话来让你觉得 BMW 3 Series 330i M Sport 是一个好开的车。I mean， 你看 spec sheet 都知道它好驾了，有些车子你根本不需要我去讲好驾踩倒shift踩，好驾这个东西是It's a BMW, come on！ 即便你买到235,800块的 1.5 L 3 cylinder 218i M Sport， 它都是一台比同级对手好开的车。更何况我们讲的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有400 Nm 输往后轮的一个 BMW， 所以330i 在市场上的实力可见一斑，大家都有目共睹它的实力、它的能力、它的造型，它给人的这种形象感。然后跟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一般上德国的3驾马车，像奥迪、Mercedes-Benz 和 BMW、Air4、C-Class 跟3 Series 是在同一个 basket， 在同一个篮子、同一个起跑点去竞争的。可是因为奥迪都是 CBO， 所以一个 Air5 差不多要卖到1500千去了，然后 Air4 目前也没有卖啦，所以他打的对手自然就是 C-Class， 那 330i 就是打C300。320i 就是打 C200， 以此类推啦。外观造型的话，见仁见智。我觉得 Mercedes-Benz 看起来会比较新，比较 premium。BMW 一贯的作风就是会看起来比较 sporty。里面的话，看起来 C-Class 绝对是比较 fancy， 比较赏心悦目。但你论实用性， BMW 肯定是会比Mercedes 好用，比 Mercedes 实用。特别是我一直要好像安哥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它的 Google Map 可以投影在 Instrument Panel 里面 ，Mercedes 做不到。我们等到下一代就是2025年底的 C-Class， 它已经是会用2025年底的3 Series 它会变成全新的平台。所以这个 CLAR Platform 真的对 BMW 家族来讲是一个很神奇的 Platform。它能够做纯汽油，它能够做 48V， 它能够做 Plug-in Hybrid， 它也能够做纯电动。从3 Series、X3、5 Series、X5、7 Series、X7， 甚至到 XM， 还有各种的 Touring 车型 ，CLAR 都能够 carry 到。所以你买一个3 Series， 但是你用的底盘结构，它的设计跟7 Series 是相当相似的，所以这个就是买它的价值。330i M Sport 的0到100是 5.8 秒。这年头你花317千、319千，0到100 5.8 秒，真的不是令人特别满意。但这个引擎搭配变速箱，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 smooth。还有这种循序渐进的 smooth， 我觉得这个 F8 速变速箱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它的很全面低速、高速，你知道吗？你要它很 sporty， 它也能够 carry。它就是少了2个气缸，它少了那2个气缸。如果真的是回到 M340i 那个就 perfect 了。那不是 fake sounds 可以带给你的东西，那是一种 balance。6个气缸在工作，跟4个气缸在工作，就是少了那一点。所以你看这个车子 adaptive 的是319,800块 ，M340还是391，319、391，大概是74000块，7万多块的这个差价啦。所以我觉得你来到300多千来讲，这个7万多块真的是
可以上就上啦。我觉得330应该真的就到那边又没有到那边，这样给我这种感觉啦。这是一条大直路，我们就踩油。从110到180就是3号牙。虽然只是18寸，也够了啦，相当的稳了，因为轮胎后面是25540了。OK，of course 19更好啦，不过18没有的好挑剔了啦。窗外的风声是有，可是它不是那种很细的风切声，所以还好啦，我可以接受啦。150、140、140，好像110这样了，稳，很稳。所以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Eco Pro.